无畏曲折迷离，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2017年5月 ，Slack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经过实验，竟然模拟出了类似于黑洞的现象。这是否意味着黑洞可能出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呢？事实上，有关地球存在黑洞的迹象，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无论是在巴西发现的神秘印加岩画，还是复活节岛居民的离奇消失，似乎都印证着地球黑洞存在的可能。还有人认为，这些黑洞很有可能就是外星人用来探访地球的通道。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位于美国旧金山门洛帕克的 Slack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实验室之一，曾有6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从这里走出去。2017年5月 ，Slack 的科学家们想要知道，如果用高能量的 X 射线照射一个带有多电子的原子，那将会发生什么呢？因此，他们决定向一个原子不停地发射世界上最强的 X 射线的激光。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人为地把多电子的原子变成少电子的原子，但实验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科学家的意料。一开始，实验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原子所携带的电子在被 X 射线照射后，就像弹球一样被一一地撞出了轨道。但紧接着，在数百亿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一个黑洞突然出现了，并用一股强大的力量将那些电子都吸了进去。之后，该分子便戏剧性地爆炸了。这一结果让科学家们都大感意外。天文家们所说的黑洞通常是指一个拥有强大引力场的空间区域，包括光在内的任何东西都无法逃离它的吸引。这也是它被称为黑洞的原因。在这场实验中，科学家们确实看到了一种类似于黑洞的东西，只不过它所用到的并不是引力，而是电磁力。而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不仅是引力，只要任何形式的能量足够集中，就可以产生黑洞。自发现黑洞以来的几十年间，科学家们一直认为黑洞只能存在于外太空，但种种类似的实验向我们展示了黑洞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黑洞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地方，而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就有着一些我们还不了解的区域，它们有着与黑洞类似的特征。如果这些地区真的有黑洞存在的话，我们是否又能利用黑洞进行时空穿梭呢？别的星系的种族是否是通过黑洞来到我们地球的呢？我们要先从一颗日本的卫星说起。2016年2月17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将一颗名为铜的观测卫星发射升空。本来计划服务3年的卫星，却只在短短5周后出现了问题。3月26日，卫星铜突然开始在太空中失控的旋转，由于机载高度控制系统无法降低卫星的旋转速度，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这颗造价2.86亿美元的卫星就分裂成了10几块碎片而报废了，并冲出了轨道。在之后的调查中，人们发现这场事故的原因很有可能与地球磁场的异常有关。我们都知道，地球的内部有着液态的铁等物质，再加上地核放射性衰变产生的热流等，通过一系列那些复杂的因素，就产生了地球的磁场。出于种种原因，地球上存在着一些磁异常区，比如南大西洋辐射异常区就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当卫星在该区域的上空飞行时，便会受到短暂且强烈的辐射，这就是所谓的南大西洋异常现象。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国际空间站以及那些宇宙飞船在经过辐射异常区的时候，就需要进行额外的屏蔽。比如国际空间站则需要添加保护层，以防止事故的发生。尽管科学家们
已经了解了南大西洋异常现象的本质，但对它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分歧。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一现象很有可能创造出可以改变时间和空间的异常区域，并且它们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被打开。当然，这些都是现在科学还没有揭开的谜团，而这一切都源于大自然的无穷力量。有人就说，如果人们可以直接利用电磁场改变空间，那么大自然就会利用其本身所产生的天然磁场，创造出自己的黑洞。后来，科学家们在巴西发现了有着6000年历史的神秘印加石，上面不仅有着巴西最古老的天文记录，更是有着类似于黑洞的记载。而这块巨石正好处在南大西洋异常区。印加石位于巴西东北部的帕拉伊巴州，人们在印加河的中部发现了这块长约46米、高约3.7米的神奇石墙，其由玄武岩构成，它的表面覆盖着迄今为止仍未被完全破译的神秘符号和图形，没有人知道是谁出于怎样的原因雕刻了它们。据研究人员表示，其中有大家公认的那些代表水果和动物的雕刻，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上面居然有对银河系、猎户座以及南十字星座位置的准确雕刻。这说明当时的雕刻者在6000多年前就已经对天文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更有研究学者认为，石刻上的这种漩涡状的雕刻代表着一种能量，也许正是黑洞的象征。有趣的是，历史学家发现，当地的人们通常都只会雕刻描绘一些超自然的生物，而印加石却是和本地文化格格不入的，也是当地唯一一个记载了天文数据的石头。因此有人推测，印加石的雕刻者并非本地的原住民，而有可能是通过黑洞来到地球的外星人。事实上，除了巴西的印加石以外，复活节岛几千人的集体消失可能也和黑洞有关。复活节岛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岛屿之一，其位于智利以西2000多英里的地方。那整个岛屿只有2/5个北京海淀区那么大，只需要3天的时间就能游遍全岛。正是这个从飞机上就能一眼看到头的岛，曾经是拉帕努伊人的天堂。然而，在繁荣了数百年后，到了18世纪，这一族群却神秘地消失了。据专家推测，在最繁盛的时候，复活节岛的拉帕努伊人大约达到了1万多人，但18世纪时，这一族群的人数却骤然下降到了1500人左右。关于谜一样的复活节岛的历史，各领域的学者至今都还给不出确凿的结论。有人说，他们是自相残杀、内部斗争导致的部落衰败。也有学者说，1722年欧洲人到这里来探索和开发，让当地的原住民成了受害者。虽然主流历史学家对于拉帕努伊人大规模失踪的原因争论已久，但更有研究学者认为，这可能与复活节岛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出生于苏格兰的美国生物学家和超自然研究专家伊凡·桑德森就曾整理出地球上的12个磁场异常的区域，这12个区域也是超自然现象的高发区域。他认为，这些地区可能存在着一种类似于黑洞的高能量点，外星人很有可能会利用这些黑洞造访地球。此外，位于这些磁场异常的区域都建造有不同类型的巨石建筑，比如复活节岛就属于其中之一。自古以来，拉帕努伊人都坚定地认为，是一种会飞的鸟人把他们带到了地球上。如果鸟人只是当地古人对外星人的描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离开也与外星人有关呢？对此，知名调查记者琳达·莫尔顿豪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外星族群已经在我们的地球上改造和收集遗传物质超过了2.7亿年了。复活节岛就是其中的一个基因实验基地，所以
当地的岛民才被大批的带走。研究学者指出，地球上的12个磁场异常区是超自然现象高发区，正是因为这些地方有着类似于黑洞的高能量点，所以有人会神秘消失，外星人也会选择这样的地方进行时空穿梭，并来到地球。2013年9月3日，来自瑞士的苏黎世和美国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发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他们在经过数学计算后发现，许多被称为漩涡的海洋现象竟然与太空中的黑洞十分类似。这让主流科学家也不得不问自己，黑洞是否一直都存在于地球上，并且不仅存在于陆地上，也存在于海洋之中呢？如果真的像科学家们开始发现的那样，地球实验室都可以人为的创造出黑洞，而且世界各地都存在着类似黑洞的能量点，那它们也许也可以为人类提供穿越时空的通道。更是有很多研究学者认为，地球上的黑洞其实早已经被外星生物控制了很长时间了，只是我们人类的科技还远远达不到完全理解它们的程度。因此，我们可能更需要重视这些位于世界各地的能量点和漩涡区域。如果有外星人可以操纵这些黑洞，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一天也同样可以操纵它们呢？